在我看来，学区房的真正价值要隔离掉8+9哦。那这个也不用想啦，未来私校会更加夸张，私立学校，因为私校我看私校招生怎么招生，隔离8+9就很好招生了啦，就是这样啦，也不用那边打什么升学率多高，师资多好，你就说隔离掉8+9无敌，家长就会把小朋友送过去，送过去他就安心了。如果是8+9的话，有个筛选机把他踢出去，不要让他影响到这些，私校可以开除学生嘛，那就不要让他影响到这个同班同学在念书的小朋友，我个人认为就会理想很多。像那个高雄升学最好的复华，就不会有什么歪七扭八的事情嘛，就不会有什么吸毒嘛，然后斗殴嘛，抽烟嘛，然后在公园谈判啊，然后就不小心刀子刺伤人啊，等等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嘛。明星学区房值得冲吗？涉及门槛加少子化风险，买前搞懂不花冤枉钱哦。先说结论，各县市行政区它学区的规定是都不一样的，你要先搞清楚你再下手。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中产夫妻2025的自产策略，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中产夫妻自产应该要挑学区房吗？我先说结论要，就这样那这次我们来讲学区房。中产阶级夫妻如果有小孩或打算生小孩，那你买一间学区房，这种事情一定会在他自产清单的考量里头。再怎样，他学区房一定在他的视野里面那我们就要先来讲一下现在的政策环境对学区的要求是什么。我讲通则就是一体适用的就是只认入学年度的3月20号这一天。只要你的户籍在这一天之前迁入隔天立刻就迁走，也算第一顺位这就是一般学校就不会满的那种学校的算法。那我们既然都在讲学区房就不一样你讲学区房就代表这边应该会是很多家长要挤进来的明星学校，那这个各间的规则都不一样。网络上很多的那个讨论区那有一些家长比较热心，他都会分享都会分析，像美术馆这个中山国小就好像竞争的很，我自己是用不到啦，所以我不知道，但感觉是个非常夸张的学区就对了那这个各间的条件真的不一样，然后甚至是说你不能够就射击进来要跑出去那他要查你射击要多久，那甚至你射击要多久，他还会去打电话去问说你是不是常住在这边，反正就人太多就对了明明就在少子化，可是你看从化区新学校也在盖啊，对不对可是你看那个还是有学区房这种东西啊，你要自己打听清楚。那我们就来讲几种比较常见的明星学校的规则是什么。来，常见条件，第一个，孩子加父母需在该年的3月20号前共同涉及。之前一般学校是只认小孩所以可以把小孩就弄到亲戚那边去，但明星学校也要认爸妈的户籍。然后你必须在前一年的12月31号以前拿到房屋的所有权状，就是你不能够等2月你才买房子，前一年的12月你就要买好了，不然就是你家里有人去买兄弟姐妹的话你跟他看怎么买一点持分反正你申诉权状就对了那前一年的12月你就要买好了如果是租屋的话，必须要有公证的租赁契约加连续3年的居住事实。你跟人家租房子的话，不但租约就要公证那你3年前就要先搬进来这里，条件是严苛很多，因为大家就要挤进去嘛就这样。明星学区当然就是给这附近的人用而已那这通常是台北市的条件然后新北市就比较简单，因为学校比较多就是孩子在家父母或直系血亲3月20号以前共同涉及，然后有一个优先条款，如果兄弟姐妹有在这个学校就读的话，优先录取这样。最后是其他县市，这个就没有那么严格了就是以涉及先后顺序来排这样，没有像前面会要求到年限。那基本上你只要居住超过1年，应该是都有机会，毕竟现在少子化最后你要知道，这个规则未来也可能改变这个也是我朋友跟我讲我才知道，就是台南取消了自由入学新闻在这边标题我念一下，台南的国中小取消自由入学滚动检讨，就是台南已经实施10年的国中小自由入学制现在要取消了还在检讨中。那教育局局长的说法是说，因为自由入学造成了校际之间的竞争，然后有的学校招生困难，也会出现那个跨区就读的现象，这是废话吗？对吧？之前没买到学区房现在有机会不用买学区房就可以去读明星学校，当然是拼一把
讲八卦的时候我再来补充哦。早点起来什么的都是小事情，小朋友远离8+9这个才是大事情哦。那现在就是台南有议员去抗议，接到民众陈情之类的吧，我不知道，就还在演绎中。现在比较可行的方案哦，看起来是这样，就是扩大学区范围哦，就是你的户籍地本来只有2间学校可以选，然后就变成4间哦这个也还没定案哦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哦，学区扩大，就是说现在台南已经测试过了，自由入学也测试了10年哦，那台南测试可行的话，是不是有机会推行到全国？我说扩大学区这件事情之后的话有机会嘛？现在扩大学又卡到少子化，大家小孩越生越少，小孩又卡学区，所以明明隔壁的国小比较好也没有招满，但你就不能去读，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我才会说这个学区的状况未来应该这绝对就是会有所改变了就是这样。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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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好学区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它不是说期望小孩子这样子就要考到建中，女生要考到北一女那高雄呢你要给我考到雄中屏东要考到屏女，或是你要考到雄女然后来高雄念书，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真的是不一定是这个样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当然是这样但我现在看起来家长们更迫切的需求是什么？远离8+9，就这样。
那这从榜单上的分布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明白了哦。那明星学校就是怎么样？学校管理很严格啊，升学率有到啊，所以这些学生啊，你那个8+9就不能太夸张，就学校会管理像我以前念的国中会做所谓的能力分班，很好听能力分班现在不会过了就很歧视嘛，对不对？但能力分班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就是要把8+9隔离掉就这样8+9在抽烟打架干嘛的？对，会影响好的学生那就来能力分班就这样远离8+9，这才是目的。不然你怎么办？你就是说没关系。我跟你讲，男人跟女人看学区角度又完全不一样。我的观察是这样，男生就是觉得说，就住哪里念哪里，这样方便接送不就好了吗？那女生做妈妈了不行，要明星学区不然他的同学会怎么样？讲的事情确实是不一样。所以学区房有它的价值就是这样。如果是不好的学校就是这个点名谁得罪谁，但是常常像上新闻因为有一个排名有一个叫做辍学率，国小都还能辍学就有很夸张那他们里头就很夸张多夸张，就国中就在抽烟然后还有吸毒，那个吸毒就是不是那种什么海洛因那种等级的，就是吸电子烟，然后电子烟里头会加东西，就那样那个就是你的小朋友的环境，你要不要？我是不敢我绝对不敢不然就变成说我的小孩子如果是男的，妈的国小就会抽烟，就跟人家赌博，然后就不会去做学习女生呢，那么还得了？你国中就会怀孕，这是明星学区那老师管得严升学率怎么样再说啦，但是就可以让小朋友去隔离掉这些8+9就对了8+9的破坏力非常的强，你不要想说你家小孩很有定力。没法度啦，就安排一个8+9然后坐在一个那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女生旁边，你会毁了那个女孩子，你知道，真的会毁了她就这样隔离掉。那我当然知道因为我学区房我之前拍过一集，然后底下就有人们搞不清楚状况，那边跳，我们讲私校这件事情，私校要考好不好？你们那么好考私校要考你又考不上，那你当然是公立比较严格的学校私校又不是说什么人都收8+9好，我们最缺的是8+9，来，你只要付钱，你爸付很多钱，这样我就让你进。不会私校还是要做一些评量或者是什么的。对这个又是义务教育阶段，所以高雄现在升学率最高的学校也是私校也是私校，这是没有错的。复华嘛，我记得就很严格就没有童年可他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成长，然后去考很好的学校，这样。那我个人会认为这个比较理想，真的是比较理想。你有没有发觉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很大？我现在没有要讲什么心灵鸡汤而是说你那个圈子你念台大的，你身边都台大的，你再落魄没多落魄吧？你一群朋友的都那个 level对但如果你念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学校那你身边也是那个很奇怪的学校，那就就是说教育还是占国家便宜，你知道？5年500亿，台大拿最多，对不对？那其他的公立学校、明星学校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反正就是要给小朋友一个好的环境就对了那好的环境不是说老师要有多严，升学率要有多高，而是要很正确的怎么样隔离到那些8+9隔离掉就对了，不然小孩子就被毁掉了。真的是小朋友是抵挡不了那个诱惑的。我们讲国中好了，以国中这个阶段来讲，为了避免影响他学习所以家长大概都会管制手机上课也不能拿出来滑，对不对？你相不相信在国中那些就不是明星学校的一对8+9上课就在玩？对我们管他老师的，然后老师要没收跟老师吵架或是干嘛？我们国中念的就是这样嘛，就是莫名其妙8+9，然后耍流氓，然后觉得自己很帅，然后去影响了一堆人，然后莫名其妙搞那些东西。小朋友定力没有那么强真的是会被影响，耳濡目染，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做流氓好帅就会变成这样，莫名其妙隔离掉就对了。那私校是这样私校要考，然后再加上说你都念得起私校，考得进私校，那说真的啦，这个公立学校的这个教学资源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但如果能在公立学校就隔绝掉这些8+9，然后是个优秀的公立学校升学率很高，读书也很拼，然后大家要考个好学校，什么不好？你要什么理由一定要去私立？对所以学区房是怎么样？在我看来，学区房的真正价值要隔离掉8+9那这个也不用想啦，未来私校会更加夸张，私立学校因为私校就我看私校招生怎么招生，隔离8+9就很好招生了啦，就是这样啦，也不用那边打什么升学率多高，师资多好，你就说隔离掉8+9无敌，家长就会把小朋友送过去
送回去他就安心了。如果是8+9的话，有个筛选机把他踢出去，不要让他影响到这些，私校可以开除学生嘛，那就不要让他影响到这个同班同学在念书的小朋友，我个人认为就会理想很多。像那个高雄升学最好的富华，就不会有什么歪七扭八的事情嘛，就不会有什么吸毒嘛，然后斗殴嘛，抽烟嘛，然后在公园谈判啊，然后就不小心刀子刺伤人啊，等等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嘛。好学校还是有很严格的管理，这样对小孩子的童年确实会比较好。这就是学区房的意义。如果是有钱念私校，那你就去吧。如果是觉得要撙节一下预算的话，那你当然是选明星学区不然嘞，不然嘞，除非你就是个8+9然后你就是要你的小孩子去学校祸害那些，那你当然是就没差嘛，因为你是坏人嘛那你在影响其他人对你来说就不算一回事。那大家还是要往上爬的，还是希望自己的小孩子好好的健康成长，不要那边吸毒，女生不要怀孕。那当然是好好选个升学率比较高的然后学校管理比较严的明星学区会好很多。